嗨，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40加姐姐的日常妆容，画完就是这个样子。那我们立刻开始吧。我刚刚已经涂好了粉底，那妆容的第一步呢，我会从修容来开始。像日常的妆容呢，我会希望画的比较快一点，所以呢，我会把这个遮瑕跟高光放在一起完成，用一支产品。那像最近我比较喜欢用的呢是这一支。它里面呢有一个高光膏，一个散粉，还有一个小粉扑。那除了这些之外呢，我还准备了这样的一个小刷子，非常精细的这种头的小刷子。大家看我眼底的这个暗沉的区域，它是这样三角的一个形状，同时呢有一条非常深的线。那这个刷子的作用呢，就是把这条线填满，蘸取这个膏，先在手上把它弄得淡一点，然后对这条线把它这样戳进去，对，就这样。然后同样的动作，在这个法令纹跟嘴角的地方，也是同样的把它按进去。然后这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色差非常的大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一会儿就会解决这个问题。接下来我会把这个刷子上的粉全部都把它弄掉，把刚才这个戳进去的粉的边缘尽量的匀开一些，记住是边缘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自带的这个小粉扑，用它来蘸这个膏，然后先不要上脸，先在手上把它拍的淡一点，直到它看到有一种接近于透明的感觉，就可以上脸啦。有一点非常的重要，就是在你刚才填空的这个地方，千万不要使劲的在上面按，因为如果按的太多的话，它就被晕开了，这个就遮不住了。那填空的这个地方就轻轻的带过就可以了。那用这个高光膏呢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薄薄的上，然后少量多次，千万不要一次糊很厚的一层上去，这样的话后期绝对会卡粉。在遮瑕的同时呢，把这个脸上需要提亮的区域，同时也给它涂一点。现在看起来这个脸油亮油亮的，然后粉感也很重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，我们现在做第二步。那第二步呢，就是找一支散粉来定妆。这次回国呢，我发现了一支非常非常好用的散粉，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这一支花西子的这一支散粉。这支绝对是国货精品，非常非常好用。它的这个盒子设计也很特别，就是开的时候先这样拧一下，然后打开，里面带一个这样的粉扑，然后已经让我用的非常的脏了，这边粉质特别的细腻，颗粒非常的小。它的这个粉是自带颜色的，是淡紫色。这个粉除了自带磨皮的效果之外，同时还可以修饰肤色，特别适合黄皮。不跟大家多说，我们直接上脸来涂一下。哇！大家看到没？这个粉压上去之后，就立刻是这种磨皮的效果，所有的油光全部都没了，而且这个肤色也看起来非常的好看。这个妆感我太爱了，就是非常非常细腻、非常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妆感，而且重点是它这个肤色修饰的非常的好看，就是白里透红的样子，又很自然。那底妆的部分呢就完成了，接下来呢我会画眼妆。那我最近比较喜欢用的呢是这个盘。这个盘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画这种白开水眼妆，就是虽然颜色很淡，但是是有存在感的，而且它这个调色也非常好看，就是它的这个粉色是非常适合黄皮，就黄皮涂起来非常的好看，没有任何的这种突兀感。我们现在就立刻来画一下，我会先用这个颜色来打一个底，就在眼睛的轮廓的地方来打个底。然后呢，我会用这个颜色来加重一下双眼皮的这个褶皱的痕迹。这个颜色真的还蛮好看的，就是它是一个粉，然后里面带了这种银色的小颗粒。然后我会用这个颜色先画上眼线的眼尾，这个颜色其实非常的淡，然后用同样的颜色来画一个横向的下眼线。
这个颜色画一个卧蚕，接下来我会用这个颜色用一个棉签提亮一下卧蚕。下一步呢，我会贴睫毛。那我又发现了一个超级棒的睫毛，就是这个。这个睫毛超棒的地方就是它每一簇上都是有自带胶的，所以用的时候呢就直接拿下来，然后直接贴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再去抹胶。卸的时候就直接摘下来就可以了，非常的方便，而且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残留胶留在眼睛上。因为像这个假睫毛贴时间长了之后，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会有这个残留胶卸不干净留在眼睛上，会造成眼睛敏感不舒服，对眼睛也不是很好。但是这个睫毛就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。那这每一簇呢都可以反复使用3到5次，而且因为它是提前上面有这个预留胶，所以如果你这个睫毛贴的时候位置不是很好，还可以随意的调整。总之就是非常方便，非常的好用。贴睫毛之前的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把自己的睫毛先夹翘，先定个型。那加完之后可以用这个透明的睫毛膏刷上去一层就能保持它的定型，但是呢我没有，所以我目前呢都是在用这一支来代替 Kosas 的这一支透明的眉胶，它同样也有定型的效果。现在呢，我开始准备要贴假睫毛，它上面都是按照眼尾、眼头、眼中这样排好的，就直接取就可以了。这2副呢是我昨天戴过的，我先来取这个。我从国内回来之后就一直在贴这个睫毛，真的是太喜欢了，太好用了。但是用下来之后，我发现一个小问题，就是尽量不要在你的这个睫毛根部蹭到眼影粉，或者是用眼影粉画眼线，因为它上面这个自留胶如果沾到很多粉的话就不粘了。这样就贴好了一只眼睛，是不是超级方便？所以想反复使用的话，就尽量保证它的这个胶的部分不要沾到粉就可以啦。贴完之后呢，我会再刷一层定型的眉胶，让它跟我自己的睫毛融合的更好一点。其实也可以用睫毛膏来刷，但是同时呢，也会有更浓重的妆感。如果是要一个比较自然的妆感，那这样的透明的胶会更加适合。那给它一点时间让它去干透，这个时候呢我会去画眉毛。那日常呢我画眉毛就会用这一支 Kosas 的这一支眉胶，这一支是我的长期回购款，因为它这一支就可以实现上色以及拉长以及根根分明的妆感，而且它定型的效果也很好。那刚才在贴睫毛的时候呢，我在每簇睫毛中间都留了一点点空隙，这样我觉得就是舒适度更好一点。这个空隙呢，我现在会填一下，就用这样的一支眉笔或者是眼线笔，最好是灰色吧，我觉得黑灰色会比较合适一点。像我这支就是黑灰色，顺便我会把眼头的这个眼线也画一下，然后刷上下睫毛膏。下睫毛膏我只刷了这个黑眼球下面之前的地方，后面这个眼尾的地方我没有刷。眼睛的部分就完成啦。我会用这样的一个修容的粉。那修容之后呢，比如说如果你觉得这个衔接的地方就是没有修得很好，没有关系，找一支干净的刷子，还有一支散粉。比如说像我这个额头的地方，我觉得这边衔接的就比较生硬，衔接的地方再扫一扫。还有这边我觉得好像也不太好，就更加的自然啦。接下来就是我这个妆容非常重要的一步，就是腮红。那今天呢，我会用这支3CE的这一支。腮红的位置呢是在眼球的正下方，靠外侧一点。腮红呢也是一点一点的上，就一次不要上太多，这样把颜色按进去。然后现在呢，把这个刷子上的粉抖干净，或者找一支另外的刷子，然后把它的边缘晕染开，然后还是沾取同样的颜色。这步很重要啊，就是把这个刷子先按扁，在鼻子的这个地方把它衔接一下。然后用余粉把下巴也扫一扫，还有刚才修容的地方，就是刚才衔接的地方，全都扫一扫。
那如果像腮红的位置涂的不太满意的话，跟刚才的阴影一样，还是有可以补救的办法的，还是找刚才的这支干净的刷子以及这支散粉。比如说像今天我的这个晕染的范围就有点大，我想把它往上再提一点，位置就上移了一点。接下来再来一点高光，我最近都没有买到什么比较满意的高光，大家有什么推荐的话，记得留言告诉我哦。今天呢，我会涂这2支唇膏，一支 Rare Beauty， 一支3CE， 这2支都是亚光雾面的妆效，我会用这支来打底，这支呢用它来加深。这支的颜色也非常的美。